如果你可以直接问贾伯斯一个职场问题，他会怎么回答你？如果川普来帮你分析感情问题，他会说什么？这是近期很热门的一项 AI 技术，它能模拟任何名人的思维模式，用他们的口吻、他们的视角回答你人生中最卡关的问题。今天我就拿3个网络上最常见的烦人烦恼，分别丢给3位大咖的 AI 分身，让各界大佬帮解决烦人日常烦恼，看看他们会给出什么建议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最近很红的女娲 Skill 就是在 GitHub 里面的一个项目，如果你有在使用 Cloud Code，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，然后自己试试看。它的核心就是透过在网络上搜寻任何名人的言论、文章，或是曾经发表过的任何观点，收集起来，然后透过 AI 把它做一个分析总结，然后再模仿这些名人常用的口头禅，他们的观点视角，还有他们针对事情分析的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思维，去做一些模仿。虽然它表面上是用真六这个字，就是 Estelle，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只是一个噱头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我们累积的人生经历跟思想，还有我们自己本身也都不停的在变化，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完完整整的蒸馏任何人，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有趣的技术体验，我们可以在遇到不同问题的时候，也使用这种 skill 去问一下 AI， 如果是从这些名人的视角出发，他们有可能会提供什么样的见解给我们参考。那来到了 GitHub 的这个项目叫做女娲 Skill，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下面有一些说明，还有一些展示，这边有一些效果范例，比如说有用户直接用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的真六 AI 技能问了 AI 一个问题，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就是 Cloud Code 的母公司，谁的方向是对的？然后 Steve Jobs 的 AI 视角回答说 OpenAI 是什么都做，什么都赢，这种策略是有利于在市占率上面取得更高的比重。Cloud Code 的母公司 Anthropic 就像早期的 Apple， 大家觉得这有没有很像 Steve Jobs 可能会切入的视角呢？如果要安装的话，这边也有提供安装的指令哦，在终端机这边可以直接做个复制。那回到 Anti-Gravity 或者是 VS Code， 我们这里是以 Anti-Gravity 为例子。Anti-Gravity 我可以使用2个 AI agent， 一个就是 Cloud Code， 一个就是 Anti-Gravity 自带的 AI agent， 就是 Gemini， 或者是里面有 Claude 的各种模型。在开始使用这些名人视角的 skill 之前，我们要先做安装，在 Terminal 终端机这里开启一个新的 New Terminal， 在这里输入这一排字，因为我之前原本就已经下载过了，我这边就不重新安装了。安装完成之后，你可以在你自己指定的资料夹里面，例如点 Agent 里面的 Skills， 或者是点 Cloud 里面的 Skills。我准备了一些我们凡夫俗子的问题，就是在各大论坛里面常常会看到的一些烦人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拿来问这些名人视角的观点。比如说我现在贴上我第一个问题，每天加班到半夜，主管还是不满意，薪水少得可怜，但是我又不敢辞职，怕找不到好工作，该怎么提加薪，或是该怎么做？比如说我先按斜线，然后打出我技能的资料夹档名Steve Jobs， 它就会出现，然后我们就按送出，可以看到它已经在 run Steve Jobs 切入观点的模拟分析了。它的系统指令会强制在第一行提供一个免责声明，他说我是以 Steve Jobs 的视角与你对话，这个是一个基于言论推断的心智模型，这不是本人的真实观点，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 Steve Jobs 的真实观点，我们只是在揣摩。就像那些古装剧的演员，他们在演秦始皇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秦始皇到底会怎么说，我只能用揣摩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真了，把它当做参考就好了。你现在的处境，这简直是一坨狗屎。你问我该怎么跟主管提加薪，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。你根本不需要那点少得可怜的加薪，你需要的是立刻收拾东西，走出那扇门。第一，你的时间有限。我每天早上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这辈子的最后一天，我还会想做今天要做的事吗？
如果连续很多天答案都是不，我就知道必须要做出改变了。你每天加班到半夜，被一个永远不知满足的主管折磨，拿着不对等的薪水。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你会站在那个办公室门口，为了一点微薄的加薪低声下气吗？绝对不会。第二，一流人才绝不为庸才工作。如果你真的拼尽了全力，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果，而你的主管依然不满意，那说明他根本是个蠢蛋，他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品质。第三，相信你的直觉，把点连成线。你不敢辞职，只是因为怕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这完全是逻辑推理带来的恐惧幻觉。我们在向前看的时候，是无法把那些点连起来的，只有在回顾过去时，才能看清他们的轨迹。如果你对现在做的事情没有热爱，你注定会失败。如果你为了避免失败而紧抓住这坨烂泥不放，你已经失败了。大家觉得有没有像贾伯斯可能会提供的建议呢？不要因为 AI 这样回答就真的照做，因为只有我们才可以决定自己的走向，可以把它当做参考就好了。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，我要问的是，男友宁愿在家打电动也不陪我过纪念日，嫌我无理取闹，到底该不该分手？ AA 制，连5块钱都要跟我算清楚。那这个我想要使用的是现任美国总统川普的视角，所以我就点选了这个技能，把问题送出去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已经提供回复了，前面还是有一个免责声明，提醒大家这个只是 AI 模拟，不是真人，以川普的视角非本人观点来回答。还想占美国便宜的北约国家一样，一直在剥削你，不要再和失败者浪费时间了。没有双赢，你现在就是在输，立刻甩掉它。你需要建立一道美丽的墙，把它隔开。大家觉得有没有像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说的话？里面有超多他常常使用的口头禅，非常有趣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要用 Cloud Code 来回答。这个是在 PTT 上面很像人们会问出的问题。月薪35K 存了3年才存到20万，到底要买 ETF 还是要继续存呢？那这个我们就用投资大师纳瓦尔宝典的作者他的视角 AI 来回答。所以我就在这里输入斜线，然后找到 Novel Perspective， 然后把我的问题送出去。20万放着，35K 薪资，3年才存到。你的问题不是买不买 ETF， 你的问题是杠杆在哪里？真正的问题是你的收入有没有杠杆？35可以干3年，这3年你的特定知识增加了多少？你做的工作是可以被写成操作手册的，还是需要判断力的？所以我的答案是2件事同时做，但优先顺序要搞清楚。20万，定期定额买 VOO 或0050，每月丢薪水的20%进去，然后忘掉它。这件事30分钟设定完，不需要再想，剩下的精力全部放在一个问题上：我怎么在未来24个月让收入从35可以变成60K？ 所以这个大师的切入视角，他有可能会给的建议就是不只要投资，还要提升自己的能力。我觉得他给的建议都还蛮中肯的。所以这些名人视角的 AI 技能，不是要你照单全收，而是当你卡住的时候，多一个角度帮你打开思路。贾伯斯叫你别忍了，川普叫你直接甩，纳瓦尔叫你先搞杠杆。你不一定要听他们的，但你至少知道，厉害的人不会在原地纠结。如果你也想试试看，这个 skill 的网址我放在资讯栏了。觉得今天这集有趣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告诉我你想用哪个名人的视角问什么问题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